缺德邻居故意将排污管伸进了我的稻田，看着浑浊的粪水漫过秧苗，我既没去争吵，也没有报警，反而默默抽干了田里的粪水，然后栽下了数百棵杨树。就在众人嘲笑我老实好欺负时，殊不知我脚下这片新生的树林正悄悄地扎根向隔壁的地基。清晨，我像往常一样踏进自家内亩水田，可突然脚踝瞬间被一股异样的温热包裹，紧接着一阵浓烈到让人作呕的恶臭猛地直冲天灵盖，那味道熏得我胃里翻江倒海，视线里一股黑褐色的液体正从田埂角落咕嘟咕嘟往外冒，蜿蜒爬过我精心伺候的稻田。原本翠绿的秧苗早已开始发黄枯萎，在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呆愣在原地内，心疼的我几乎喘不过气。这片田地是我从我妈手里接过来的，是祖辈传下来的唯一家产，是我和我妈赖以为生的根本。我顺着那条黑龙的源头找去，杂草丛中，一根灰白色的 PVC 管子像条毒蛇一样戳在那里，管口还在一滴一滴往下淌着黄褐色的液体，而管子的另一头正是连接着邻居王富贵家那栋刚盖好不久的豪华别墅。轰的一声，我怒火瞬间燎遍我的四肢百骸，我紧紧握住拳头，身体因为极致的愤怒而控制不住的轻微颤抖。王富贵他那张不可一世的嘴脸在我眼前无限放大，他平日里对着村里人颐指气使，那种把别人都当成脚下尘埃的轻蔑眼神，还有他盖别墅时为多占几尺地皮，硬生生把我家田埂往里挤压的龌龊时，一桩桩一件件像是烧红的烙铁在我心上反复滚烫。此时的我恨不得立刻冲过去，抄起田边的锄头，砸烂他家那扇光鲜亮丽的大门，揪着他的领子问问他那颗心是不是也是粪水做的。可就在我抬脚的瞬间，我想到家中年迈的老母亲，于是逼着自己一遍又一遍的深呼吸，冰冷的空气灌进滚烫的胸腔，激起一阵刺痛。我把已经冲到嗓子眼的咒骂和动手的冲动硬生生咽了回去。对付这种人争吵是最无用的武器，至于报警，村里对这种扯皮的事最后大多是不了了之，顶多是让他把管子挪走，赔我几百块钱的秧苗损失。但我的尊严呢？我这片被他当成厕所一样玷污的土地呢？这点损失对他来说不痛不痒，他甚至会觉得他用钱摆平了一切，下次只会变本加厉。我环顾四周，田野里空无一人，只有风吹过稻浪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对我无声的嘲讽。我蹲下身，伸出手指，我用指尖碰了碰那根还在淌着污水的 PVC 管，冰冷又坚硬。我的目光越过管子，精准地落在王富贵家别墅的地基上。我开始仔细地估算着排污管的走向，估算着他家地基与我这片田地的距离，眼神也随即慢慢沉淀下来，变成一片深不见底的湖。湖面虽然平静，但湖底却暗流涌动。那天晚上，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看电视，而是翻出了家里那本祖传的农师要诀，这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上面记载一些不为人知的民间智慧。我的手指在书页上缓缓划过，最终停在了杨树那一页。书上写着阳性速生根系霸道穿透力极强，能固土亦能破石。我的嘴角笑了笑，勾起了一抹谁也无法读懂的弧度。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透，我就扛着锄头下了地。村里早起的人看见我，都以为我是要去清理那些被毁的秧苗，可我没有，我反而绕开了那片污秽之地，选择在田地的另一头默默地挖起了排水沟。一锄头一锄头，沉稳而有力，泥土翻飞。没人知道我在规划什么，也没人知道一场精心策划的长达数年的复仇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从村头借来的那台老旧柴油水泵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像一头疲惫的老牛，把粗大的抽水管狠狠插进被粪水浸泡的发黑的稻田里。浑浊的液体混合着枯萎的秧苗，被一股脑的吸进管道，再从另一端排向远处的荒沟。整个村子都能闻到这股扩散开来的恶臭，路过的村民无不眼闭，头来混合着同情不解和幸灾乐祸的复杂目光。老陈村里看着我长大的长辈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我身边。小李啊，你这是干啥呢？这水泵是准备抽干了重新育秧吗？这得费多大的功夫啊！这片地今年算是毁了。他深深叹了口气，满眼都是心疼。我摇摇头，陈叔，不种稻子了。不种稻子，不种稻子！老陈的声音拔高了8度。你们娘俩吃什么？这可是你家祖上传下来的田。我没有解释，只是沉默地看着那片正在被抽干的希望，眼神空洞，却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执拗。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响起，王富贵那辆崭新的黑色轿车一个急刹停在田埂边，他摇下车窗，探出那颗肥硕的脑袋，一脸玩味的讥笑：哥，你小子，我还以为你家稻田改养鱼了呢，这味儿可真冲啊！这么臭的水，你也下得去手抽？此刻周围几个看热闹的村民发出几声压抑的窃笑。我缓缓抬起头，平静地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只有一片死寂的冰冷。他被我看得一愣，似乎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按他的剧本，我应该哭天抢地，或者冲上来跟他撒泼对骂，然后他就可以居高临下的丢下几百块钱，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把我打发了。但我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我收回目光，一言不发的转身继续整理抽水管，动作沉稳的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他的拳头像是打在了棉花上，自觉无趣，骂骂咧咧的吐了口唾沫，便一脚油门扬长而去。这个王八蛋！老陈气得浑身发抖，太欺负人了！
小李，你别怕，叔去村委会给你评理。不用了，陈叔，我拉住他，没用的，跟这种人评理就是自取其辱。几天后，稻田里的水终于抽干了，曾经的水田变成了一片龟裂的、散发着鱼臭的烂泥地。接着，一辆卡车在村里人更加疑惑的目光中开到了我家田埂边，车上装的不是稻种，也不是肥料，而是一捆捆的杨树苗，小的拇指粗细，大的已经有我胳膊那么粗了。我一颗一颗的将它们从车上卸下，小心翼翼的堆放在田埂上，而村里人的议论声此刻又开始嗡嗡作响。你家的小子真是疯了，放着好好的稻子不种，去种这些没用的杨树。听说他爸走了以后，他精神就不太正常了。李川，你这是穷疯了吧？种什么树？就算你想种摇钱树，也得选个好地方。你家这块被粪水泡过的烂泥地，能种出个什么玩意儿来？我看你是跟你那老爹一样，脑子不正常。老爹2个字狠狠刺激到我的心脏，我挥动锄头的动作顿了一下，胸口传来一阵窒息般的绞痛，但我没有抬头，也没有反驳，只是更加卖力地挥动着锄头，一下又一下。王富贵，你等着，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种下的到底是树，还是你的催命符。春雷滚滚，春天的第一场雨水浸润了干涸的土，我种下的那些杨树苗都开始争先恐后的冒出了嫩绿的芽尖，那一点点新绿在灰败的土地上显得格外醒目。从那天起，这片杨树林变成了我的全世界。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田边观察它们哪一棵发芽了，我都会浇水施肥，清除它们根部的杂草，动作轻柔的像是在对待最珍贵的瓷器。有时候我会用手掌轻轻抚摸它们粗糙的树干，像是在跟我的战友交流。快点长，再快一点，我对着它们低语，你们长得越快，我的希望就越大。我的脸庞在日复一日的风吹日晒中变得更加黝黑粗糙，手掌也磨出了厚厚的硬茧，可我的眼睛却时常闪烁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光芒，那是一种混杂着期待、隐秘的兴奋和冷酷算计的光。村里人对我行为的议论，从最初的疯了，到逐渐变成了魔怔了。他们无法理解个时代务农的男人为什么会放弃能填饱肚子的粮食，去种这些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没用的杨树。老陈来看过我好几次，每次都唉声叹气。小川啊，听叔一句劝，把这些树拔了吧，现在重新种点别的还来得及。你很不容易啊。我只是笑着摇头，递给他一根黄瓜。我的沉默和固执让所有人的劝说都变成了徒劳，渐渐的也没人再来多管闲事了。时间悄然滑入初夏，王富贵家那栋气派的豪宅开始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异状。有一天下午，我假装路过他家后院，眼角的余光精准地捕捉到了目标。在他家别墅靠近我这边的外墙墙角，一道细如发丝的裂缝从地基处悄无声息地向上蔓延了寸许。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随即涌起一阵狂喜来了。这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几天后，王富贵请了个瓦匠来修补。我躲在自家院墙后，竖着耳朵听瓦匠的声音传过来。王老板，这看着像是地基有轻微沉降，小毛病补上就行了。沉降？王富贵不耐烦的声音响起。我这可是找最好的施工队盖的，怎么可能沉降？肯定是你们当初活干的不仔细，赶紧给我补好，别让人看着笑话。我靠在墙上，嘴角慢慢咧开，无声的笑了。小毛病，王富贵，这只是个开始。很快，他家后院的下水道也开始出问题，隔三差五就会堵塞，污水反涌上来，把院子里淹得臭气熏天。他每次都骂骂咧咧的找人来疏通，把原因归结于施工质量差或者家人使用不当，从来没有往更深处想过。而我则站在田埂上，看着我的杨树林，它们已经褪去了初时的青涩，枝叶舒展在夏日的阳光下，闪耀着勃勃生机。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在那看不见的地下，无数条根系正像一支支无畏的先锋军，带着我的意志，向着那个既定的目标疯狂地扩张。在一个无人的深夜，我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桶，悄悄溜进了我的杨树林。桶里装的正是特制的强效根系生长营养液。我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补品重点浇灌在那些最靠近王富贵家地基的几棵杨树根部。吃吧，我的宝贝们，我轻声说，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液体渗入泥土，随即消失不见。但只有我知道，一场地下世界的饕餮盛宴已经开始。杨树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长着，每一片在风中摇曳的叶子都像是在对我发出胜利的欢呼。而另一边，那栋象征着财富和嚣张的别墅，正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被一点点的从根基开始腐蚀瓦解。毕竟我这盘棋下得很有耐心。转眼1年过去了，我那片曾经被嘲笑的杨树林已经长到了1人多高，树干也从最初的拇指粗细变得像孩子的胳膊一样粗壮。夏天的时候，枝繁叶茂，形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而此刻，王富贵家外墙上的裂缝像一张正在缓慢张开的蛛网，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有些地方的墙皮开始小块小块的脱落，1楼的门框开始出现肉眼可见的轻微歪斜。关门的时候，总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合上。他终于开始烦躁了。这次他不敢再随便找个瓦匠糊弄，而是花大价钱请了个城里的装修队。装修队的工头围着房子转了几圈，敲敲打打，最后指着那些裂缝对王富贵说：“王老板，你这问题不在墙面，在底下，是地基的事儿。我们做表面的修补没用，
治标不治本，要想彻底解决，得把地基重新加固，那可是个大工程。具体方案我回去给你做。王富贵一听要大动干戈，脸都绿了。他嫌麻烦，更嫌花钱，只是让装修队把表面最难看的几道裂缝重新粉刷了一遍，自欺欺人的当做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他家的麻烦不止于此，地下水管开始频繁的漏水，厨房卫生间的地面总是湿漉漉的。有一次，工人实在没办法，只能挖开管道周围的泥土检查。我站在不远处的树林边，假装修剪枝叶，眼角的余光却死死盯着那边的动静。我看到工人从管道里扯出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拎起来一看，是一簇簇纠缠在一起的白色的细小根须。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工人嘟囔了一句：“咦，这管子里怎么长了这么多树根？”王富贵凑过去看了一眼，不耐烦地挥挥手：“什么破管子，赶紧清理干净，换新的！肯定是附近不知道哪儿的杂草根钻进去了。”他依然没有，或者说是不愿意把他家的不幸和我这片欣欣向荣的杨树林联系在一起。但我知道，他心里已经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村里的风言风语也渐渐多了起来。盖了才1年多，你们看富贵家那房子，墙面上怎么多了些纹路？可不是嘛，听说下水道老堵，邪门的很。我看啊，是他做人太嚣张，得罪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这些话传到王富贵耳朵里，他气得爆跳如雷。但他应对的方式不是反思，反而是更加变本加厉的炫耀。他换了辆更贵的车，在村里的小卖部请所有人抽昂贵的香烟，大声吹嘘自己最近又谈成了多大的生意，来压制那些流言，来证明他依然是这个村里高人一等的存在。我看着他色厉内荏的表演，心中只有冷笑。我依旧每天雷打不动的在我的杨树林里劳作，修剪多余的枝条，让阳光能更好的照射进来，翻松土壤，让根系能更自由的。偶尔有村民路过，我会像往常一样和他们闲聊几句天气和收成，但绝口不提王富贵家的任何事。我越是平静，就越显得高深莫测。一天下午，王富贵那个被宠得无法无天的儿子在院子门口踢球，一脚用力过猛，足球划过一道抛物线，精准地落进了我的杨树林深处。那孩子骂骂咧咧地跑过来，想钻进林子找球，可如今的杨树林树与树之间盘根错节，地面上满是凸起的树根和低矮的灌木，根本无处下脚。他尝试了几次都被挡了回来，最后只能气急败坏地站在林边，冲着里面大喊大叫。我靠在一棵杨树干上，看着他那副气恼又无能为力的样子，一股难以言喻的快感从心底升起。这只是利息，王富贵，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我从家里找出了一个旧的听诊器，悄悄溜到王富贵家。院墙外紧贴着我的杨树林，我把冰凉的听诊头贴在地面上，屏住呼吸，耳朵里传来一阵细微的沙沙的持续不断的声音，那是根系在地下穿行撕裂土壤的声音。我闭上眼睛，脸上露出了一个满足的微笑。很快时间来到第3个年头，我的杨树已经亭亭玉立，最高的几棵甚至超过了王富贵家的屋顶，而那栋曾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豪宅，如今看起来阴沉沉的，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颓败。他厨房地面的瓷砖开始大面积拱起，卧室墙壁上那道被粉刷掩盖的裂缝变本加厉的重新出现，并且变得更宽更深，能从缝隙里看到外面的光。最要命的是，墙体里的电线也因为墙壁的变形受到了影响，家里的灯时亮时灭，电器也经常无故短路。这一次，王富贵是真的怕了。他这次请来市里最有名的建筑结构公司，几个穿着制服的工程师，拿着各种精密的仪器，里里外外勘测了整整2天。初步结论出来的时候，我正假装在林子里除草，耳朵却拉得老长。我听到那个为首的工程师用一种非常严肃的语气对王富贵说：“王老板，你这问题不在墙面，在底下，应该是地基的事儿。我们做表面的修补没用，治标不治本，要想彻底解决，得把地基重新加固。那可是个大工程。”工程师顿了顿，指着我家杨树林的方向，无意中补了一刀：“而且地基旁边有这么多根家族的速生树树，比如杨树，它们的根系穿透力很强，对地基的破坏持续性的，这可能是导致问题加速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富贵的心头猛地一凛，怀疑的种子终于在这一刻破土而出，长成了狰狞的毒藤，但他没有立刻发作。王富贵是个极其好面子的人，他绝对不能让村里人知道，他引以为傲的豪宅，花了半辈子积蓄盖起来的门面，竟然是个豆腐渣工程，甚至快要被邻居家几棵破树给毁了。于是他对外放出了风声，说自己赚了大钱，嫌现在的装修风格过时了，准备花几百万把家里从里到外升级装修一遍。他还特意在村口的小卖部大声地讨论着要换全套的意大利进口家具。做完这番表面文章后，他终于找上了我。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晒谷子，只见他黑着一张脸，像个讨债鬼一样堵在了我家门口。李川，你种的那些杨树怎么长得那么快？是不是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我警告你，那些树要是影响到我家房子，否则我跟你没完。更带着赤裸裸的警告，我慢慢的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谷糠，眼神无波无澜的迎上他的目光。王老板，杨树长得快是好事啊，这说明我这块地土质好，有营养。我平静的回应，嘴角还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至于你家的房子，那可不是我能管的事，你盖房子的时候就该把地基打牢一点。我的话轻飘飘的，此刻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了他的脸上。王富贵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指着我的鼻子，手指都在发抖。你给我等着！他被我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只能像一头斗败了
来的公牛，甩下一句毫无威慑力的狠话，骂骂咧咧的走了。我看着他几乎是落荒而逃的背影，心中冷笑不止。他终于开始怀疑了，可惜太晚了。这场战争的主动权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我的手里。当天深夜，趁着月黑风高，我再次潜入了我的杨树林。这一次我带来的是混合了强效生根粉和腐蚀性化学试剂的特制肥料。于是我将这些浇灌在那些树根周围。去吧，我的战士们，最后的总攻开始了。我要的不是让他修修补补苟延残喘，而是釜底抽薪，是彻底的无法挽回的毁灭报应。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最惨烈的方式降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北风像鬼哭狼嚎一样刮着，村里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砰的一声巨响，如同平地惊化，破了深夜的宁静。紧接着就是王富贵家传来的一片尖叫和混乱。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披上衣服，冲到窗边。只见王富贵家的院子里灯火通明，水光冲天。他家埋在地下的自来水主管道爆了，冰冷的自来水像喷泉一样疯狂地从地底喷涌而出，瞬间就把他家整个院子变成了一片汪洋。天亮之后，维修工人赶到，挖开地面，所有围观的人，包括王富贵自己，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眼前的景象足以让任何人头皮发麻。一条条巨大的碗口粗的杨树根缠绕挤压着那根坚硬的金属水管，硬生生将其挤压变形，直至爆裂。这还不是最骇人的，随着挖掘的深入，地基下的景象更是触目惊心。无数条粗细不一的树根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巨网，将整个地基下的泥土拱得松散不堪。坚实的混凝土地基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裂缝，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中空和断裂，整个房屋的结构已经开始出现了无法逆转的倾斜。王富贵看着眼前这如同末日般的惨状，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变得像纸一样煞白。他彻彻底底的明白了，这不是什么风水不好，也不是什么施工质量差，这是赤裸裸的报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突然，他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猛地转过身，通红的双眼死死地瞪着我家那片在寒风中依然挺立的杨树林。李川，你这个刽子手，我要嘎了你，我一定要嘎了你！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杨树林在风中发出的沙沙声响。村里人闻讯全都赶来看热闹，黑压压的围了一圈。当他们看到王富贵家被树根破坏到如此地步的场景时，所有人都震惊了。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人们看向我的眼神不再是同情和不解，而是变成了一种混合着畏惧和难以言说的敬佩。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男孩身体里究竟蕴藏着怎样惊人的能量和多深的恨意。老陈站在人群中，他没有看王富贵的惨状，而是深深地看着我平静的脸庞。他的眼神复杂，有震惊，有了然，但最后都化为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王富贵在短暂的疯狂之后，立刻想到了最直接的办法砍树。他气急败坏的找来几个想占便宜的村民，拿着斧头和锯子就要往我的林子里闯。都给我上，把这些害人的树全都给我砍了！砍一棵我给100块！他疯狂地叫嚣着，我冷冷地从家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磨得锃亮的镰刀，就那么往林子入口一站。这片地是我的，这些树也是我的。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谁敢动一棵，我就敢跟他拼命。他们被我的气势镇住了，面面相觑，手里的斧头也举不起来。王富贵见状，气得跳脚，反了！你给我等着！他转身就冲向了村委会，想要找干部们来给他做主。我看着他在村委会的大院里大吵大闹，心中却无比平静。但我知道这只是他徒劳的挣扎，好戏才刚刚开始。王富贵的挣扎比我想象的还要激烈。他先是请来了律师，一纸措辞严厉的律师函送到了我家，声称我的杨树侵犯了他的相邻权，对他的合法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害，要求我立即砍伐所有树木，并赔偿他的一切经济损失。我看着那张印着红色公章的纸，脸上没有半点波澜。我把律师函拿给了老陈，老陈又帮我找到了村里唯一一个在外面读过法律的大学生，那个叫小张的年轻人，仔仔细细的看了2遍，然后明确的告诉我，李川哥，你不用怕，在自己的地上种树是法律赋予我们的合法权利，除非他们能证明你是故意想要毁了他们的房子，否则这官司他们很难打赢，而且真要打官司，我们也不一定会输。而故意这一点是极难取证的，我心里有了底。当那个西装革履的律师再次找到我，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时，我只是平静的告诉他，我的树种在我的地里，合理合法。倒是你的当事人王富贵先生，当初为了省钱，把化粪池的排污管直接接到我的稻田里，污染我的土地，毁了我的庄稼。这件事我们是不是也该说道说道？律师的脸色变了变，显然王富贵没有告诉他这段前情，法律途径走不通，王富贵就想来硬的。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几个游手好闲的混混，企图趁着深夜潜入我的杨树林，强行砍树。他太小看我了，我怎么会没有一点防备？我早就料到他会狗急跳墙。我在林子里用从农事要诀里学来的土办法布置了几个陷阱，不是什么能伤人的大家伙，只是一些能绊倒人、缠住脚的藤蔓和坑洞。那天晚上，林子里传来几声惨叫和咒骂，然后就是一阵屁滚尿流的狼狈逃窜。第二天，村里就传开了，说王富贵找
少的人夜里进林子被鬼打墙，一个个摔得鼻青脸肿，吓得魂飞魄散。从此再也没人敢靠近我的杨树林半步，软的硬的都不行。王富贵彻底陷入了绝望，而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那份正式的房屋结构鉴定报告，白纸黑字，红色的印章。该房屋因地基基础受到外部持续性侵入性破坏，已造成主体结构严重受损，承重墙多处开裂，整体出现不可逆转之倾斜。经鉴定已属地级危房，存在随时倒塌的风险，建议立即停止使用并予以拆除。危房拆。当这几个字砸在王富贵眼前时，他那肥胖的身体晃了晃，双腿一软，当场就瘫坐在了地。他花了半辈子积蓄，用尽了手段盖起来的，用以炫耀和标榜自己身份的豪华别墅，如今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了一堆一文不值的建筑垃圾。坏消息接踵而至，银行不知从哪儿听到了风声，立刻派人上门，以抵押物价值严重受损为由，要求他立刻还清剩余的全部贷款，或者追加同等价值的抵押物。他哪里还有钱？他早年做生意赚的钱，大半都投进了这栋房子里。更要命的是，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也开始对他避之不及。一个连自己家都保不住的人，谁还敢相信他的能力和信誉？催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昔日称兄道弟的朋友，如今翻脸比翻书还快，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终于在那个飘着小雪的傍晚，王富贵来到了我家门前。他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和跋扈，那张曾经肥得流油的脸，如今蜡黄憔悴，布满了颓败的褶子。他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在了我家的门槛外，跪在了冰冷的雪地里。宇川，我真的错了。涕泗横流，用头一下一下地磕着地，发出沉闷的响声。你大人有大量，饶了我这一次吧！求求你把那些树砍了吧！只要你肯砍树，让我做什么都行，我给你当牛做马，求求你了！他的哭喊声引来了不少村民围观。我缓缓打开门，站在门内，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地上的他。雪花落在他的头发上，很快融化，让他看起来像一只落魄的丧家之犬。我的眼神冰冷的没有温度，我一字一句的清晰地告诉他，也告诉所有竖着耳朵听的村民道：初，你把粪水管子伸进我田里，看着我的秧苗一颗颗死掉的时候，你想过今天吗？我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王富贵的心上。他猛地抬起头，满是泪水和鼻涕的脸上写满了无尽的悔恨和绝望。我没有再多看他一眼，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将他所有的哀求和绝望都隔绝在了门外。我的复仇不需要他的忏悔来点缀，我只要他血债血偿。王富贵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他的房子，银行启动了强制执行程序，但因为那栋别墅已经被鉴定为危房，根本无人接盘，最后只能以建筑材料废品的价格被象征性的拍卖。那点钱连还清银行贷款的零头都不够。挖掘机开进村子的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那栋曾经象征着王富贵所有荣耀和资本的豪华别墅，被一点点的无情的夷为平地，墙体崩塌，砖石碎裂，扬起的巨大灰尘在阳光下弥漫，像一场盛大的迟来的葬礼。那灰尘的气味与3年前他家化粪池排出的污浊之气形成了某种绝妙、充满讽刺意味的呼应。王富贵就呆呆地站在不远处的土坡上，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看到他曾经挺拔的背脊，如今已经彻底垮了下去，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骨头，只剩下一副空洞的皮囊。一夜之间，他的头发白了许多。村里人站在远处指指点点，我没有出去看热闹，我站在我的杨树林深处，透过枝叶的缝隙，静静地看着那台钢铁巨兽将最后一块墙壁推倒。轰隆一声巨响，尘埃落定，一切都结束了。我靠在一棵粗壮的杨树干上，内心五味杂陈。我回想起3年前，我站在这片被粪水淹没的田里，那种深入骨髓的恶心和屈辱。我回想起我顶着全村人的不解和嘲讽，那些隐忍着的时光，此刻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一帧帧闪过。我的眼眶有些发热，我并没有想象中的狂喜，也没有大仇得报的癫狂，只有一种完成使命后的巨大的空虚与平静。这片曾经被他轻蔑为没用的破树的杨树林，此刻如同我最忠诚的卫士，在我身后巍然矗立，沉默而骄傲。一只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是老陈，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将一个装满了热茶的旧军用水壶递到了我手里。我接过水壶，起头将温热的茶水一饮而尽，茶水滚烫，但驱散了心底最后寒意。我看着王富贵曾经的宅基地，如今变成了一片狼藉的荒芜，心中只剩下释然。王富贵，你不是瞧不起这片土地吗？现在你连站在这片土地上的资格都没有了。王富贵彻底破产了，他不仅失去了房子，还背上了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巨额债务，而他的妻子没过几天就带着孩子卷走了家里最后剩下的一点现金，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王富贵成了村里真正的孤家寡人，他开始整日的酗酒，用最劣质的白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像个幽魂一样在村里游荡。而我则开始了我的新生。开春之后，我请了专业的伐木队，将我的杨树林进行了选择性的砍伐。那些过于靠近地基、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功臣被我一一伐倒，他们的根系也已经在地下，完成了对那片土地的最后改造。我没有将所有的树都砍掉，而是保留了外围的一部分，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防风林。伐下来的杨树木才质地优良，卖给了镇上的家具厂，给我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意料之外的收入。我用这笔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了农科站的专家来对我的田地进行全面的土壤检测。检测结果出来，专家对我的土地赞不
不绝口。他说，经过杨树根系的深耕和落叶的腐化，这片曾经被污染的土地不仅完全恢复了健康，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透气性甚至比以前还要好，变得更加肥沃。我拿着那份检测报告，手都在微微颤抖。这是土地对我的回报。我用这笔钱重新修整了田埂，用坚固的石块砌得整整齐齐。我挖通了新的灌溉水渠，清澈的山泉水哗啦啦地流进田里，滋润着这片重获新生的土地。我亲自去县里的2种站，挑选了最优质的新稻种。在和煦的春风中，我赤着脚踩在温润的泥土里，亲手将一把把金色的希望洒向这片经历了风雨、承载了我所有爱恨的土地。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村里人对我家的转变都看在眼里。他们看我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同情不解，到最后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敬佩和畏惧。他们不再叫我李家小子，而是客客气气地称呼我李川。偶尔我会在村口的小卖部门口遇到正在赊酒喝的王富贵，他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头发像一团乱草，眼神浑浊而呆滞，再也没有了往日一丝一毫的嚣张气焰。他看到我就像老鼠见了猫，身体会下意识地瑟缩一下，然后立刻低下头，不敢与我对视，踉踉跄跄地躲开。而我看着佝偻的背影，心中没有丝毫幸灾乐祸的快感，只剩下一种对命运无常的感慨和一种对自己亲手完成这场救赎的深深的满足。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平白无故的审判，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秋天，我的稻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金黄的稻穗沉甸甸的压弯了腰，一株株长得比别人家的都要饱满，都要壮实。经过改良后的稻米蒸出来的米饭颗粒分明，香气扑鼻，口感极好。这很快吸引了县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专家前来考察。专家们对着我的稻田啧啧称奇，抓起一把泥土仔细研究，又向我询问了详细的种植过程。随同专家一起来的还有县电视台的记者，一个年轻的女记者举着话筒，好奇地问我：“李大哥，我们听说您这块地以前是种杨树，为什么会想到在稻田里种？”摄像机的镜头对着我，我看着镜头，想起了王富贵那张嚣张的脸，想起了那条污浊的黑楼，但我最终只是淡淡的笑了笑，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觉得土地也需要休息和调养。我用一种朴素而又充满哲理的口吻说道：“这是我祖辈流传下来的一些土地智慧，用不同的植物轮流耕作，可以让土地更有劲。杨树根扎的深能松土，叶子掉下来又是最好的肥料，养了几年地，肥力足了，种出来的稻子自然就好。”我没有提一个字关于王富贵的恶行，也没有炫耀我的复仇，我把一切都归功于土地的智慧，因为我知道最高明的报复不是将仇恨宣之于口。女记者对我的故事很感兴趣，她觉得这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报道播出后，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纷纷称赞我是一个有智慧、有远见、真正懂土地的新时代农民。这娃脑子活，就是不一样，就是人家才是真正懂土地的人，咱种了一辈子地，也没想到这法子，还是人家想的长远。可不是咋的，咱都得向人家学习。我的生态轮做法被当成了一个经典案例进行宣传，很快就有人开始深入挖掘好事者，将王富贵当年嚣张跋扈盖房占地，以及他家房子离奇倒塌的事情和我种杨树这件事联系了起来。一个完整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复仇故事开始在民间悄悄流传，并且越传越深，真相以一种比官方报道更具生命力的方式浮出了水面。据说流浪在外的王富贵从别人的手机上看到了关于我的报道，也听说了那些民间的传言，他当场就崩溃了，抱着头在街上痛哭流涕，说自己是遭了报应。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脸面回村子，彻底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而我的稻米因为这个传奇故事的加持，成了远近闻名的励志订单，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价格也比普通大米高出好几倍。我家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善，而我不再是那个需要靠一亩薄田勉强度日的贫困男人。我用我的智慧和坚韧，堂堂正正的为自己赢回了富足的生活和无可撼动的尊严。